大家下午好，今天是5月26号。那么我们今天下午聊的第二只票是美国股市当中的电力股VST， 同样这也是咱们社群粉丝的一个约稿。首先咱们先说一下结论啊，整体从目前的周线图来看，向上的反弹还没有结束，向上还有一些许空间啊，整体的多头的力度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后期如果无法突破前高200美元，那我们就要注意再次回撤风险的出现。那下来我们从波浪的角度具体来分析一下此次上涨它的内部一个形态。图表我们取的是一个周线图历史的低点出现在2020年的3月中旬，低点是 11.30 美元，11.30美元。从这个低点一直上涨到了今年25年1月的下旬，高点是 199.84 美元，199.84美元。这一波的整体上涨，内部的结构，我刚才也是划分了半天最终是确认了内部是走出了五浪上涨形态，因为它之前在相对的底部沉寂了太长的时间，所以整体的结构只有放大之后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从 11.30 开始上涨的第一浪，中途回撤的第二浪，然后整个到这个位置都是上涨的第三浪。这个上涨的第三浪当中呢，又分为5个细小级别的一个次级别的子浪5也就是说3浪1、3浪2、3浪3、3浪4、3浪5之后，经历了将近2个月时间的4浪，然后完成了第5浪上涨。整体走势我们看到幅度是非常的大翻了将近18倍。那上涨5浪结束之后后期必然会跟随一个3波的 A、B、C 调整浪。那首先我们还是通过黄金分割看第一次的调整的一个幅度。那通过黄金分割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的调整向下是回撤到了黄金分割 0.5 到 0.618 这个区域中间，也就是 105.4 到 83.2 这个区域，那么出现了探底回升。那从目前的走势来说，向下的第一次调整，这应该是一个 A 浪，当前向上的是属于第二波的反弹浪也就是一个 B 浪。等 B 浪结束呢，后期还会跟随一个二次调整回撤到前期相对底部的一个 C 浪。这是目前大结构的一个整体看法。下来我们再调整到天图来看一下，天图有一个更明显的走势，从相对高位 199.84 开始向下走出了一个5波形态，1、2、3、4、5，这里还是认为它是一个 A 浪，只不过对于后期调整浪的发展形态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那就是说大概率是535锯齿形。它不像 A 浪，如果首波是3波的话，那后期发展的形态就有变数，有可能是三角形也有可能是平台形，或者是双重3浪都有可能。不像起手5波后期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535的锯齿形。其实当下它就是处在这一次的反弹的 B 浪当中。那同样我们还是要借鉴一下黄金分割来测算一下这个 B 浪反弹的一个幅度。从目前的走势来看，它是已经触及到了这个黄金分割 0.618 的压力，但是如果此处它停不住的话，那只能说明这次的反弹力度是非常强的。上方首先会看到 0.764， 也就是174美元这样一个位置，这将是第一个压力目标。如果更强的情况下，它会看到前期之前的缺口的位置，大致是位于 190.90这样一个位置。那从目前整体向上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还有一些空间，同样这里我们再借鉴一下波浪尺，测算一下这个 BA 和这个 BC 的一个比例关系。通过拉取这个波浪尺，那我们可以看到大致的 2.382 倍，它基本上是和这个174这个位置是处于重叠同样它3倍的位置也是和这个缺口上沿的位置也是基本上重叠。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就知道了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处于这个 B 浪 C 的后半程啊 ，B 浪 C 的后半程。短线的话，向上空间还有一些。按照现在158美元来看的话，那达到174，那将近有16美元的这样一个空间。如果能更强打到190的话，那大致是有32美元的一个空间。但是相对于从低位启动来说的话，91启动来说的话，它已经涨了67美元，所以向上的空间啊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小。可以说是已经处于这次 B 浪反弹的一个后半程或者是末端了，只有短线机会，没有波段机会。甚至于再创出新高之后呀，更多的是要考虑在什么位置减仓或者是清仓，因为整体从91向上反弹起来的这个获利空间呀，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大了。这就是我们不断的去通过这个波浪形态呀，还有内部结构形态去做出的一个分析结论。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这个跟踪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关注的品种，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金银油，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那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次向上走的这一个短线机会在哪里啊？刚才说了，波段机会你已经是错过了，只有短线机会。那首先我们先来研讨一下这一次向上反弹 B 浪的一个内部结构。首先启动第一波啊，它是个 BA。之后向下的一个回撤3波啊，这是一个 B 浪 B。那从这个 B 浪 B 的相对低点 103.35 开始，到后期目前的走势，它都处于 B 浪 C 当中 103.35。但是目前整体走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B 浪 C 内部整体是发展出了一个5波形态，1、2、3、4、5，并且这个第3波明显是小于第一波的这个幅度。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个 B 浪 C 最终的结构有可能会发展成一个终结楔形的形态。那也就是说，这其中 B 浪 C 当中的第5波、第5浪上涨，可能它整体的幅度会小于这个第3波。所以此处就刚才所说的，创出新高之后啊，更多的是要小心啊，小心向上的空间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可以看到上方给的压力 172.70 和之前所说的174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这个位置首先我们就要重点的关注啊，重点的关注，大致也就是10到16美金的一个空间吧啊。所以当前就是如果要短线的话，那就是以最后的这个平台底部 149.68 作为防守，这个位置不能被跌破，因为此处一旦跌破，整体向上反弹的结构就代表结束了，所以这里我们要重点关注。以上就是今天关于这个美股 VST 的整体的波浪结构形态以及短线发展的一个目标，或者说是中期 B 浪反弹向上的一个目标位大概在哪里，这里咱们都一一说到了。整体思路还是向上的空间只有短线机会，波段机会之前已经错过了后期再向上运行，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何处减仓和清仓的问题。当然，因为没有只涨不跌的行情同时通过前期的下跌5浪，我们也知道此处大概率会发展成一个535的锯齿，这些都是波浪理论带给我们的一些结论或者是规则，我们是一定要重视上述的这些因素。今天下午的第2个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